同学，我们今天用 SketchUp 再来复习一下我们教的一些基本的功能哦，包括了圆形，然后两点画弧，然后移动，然后推拉、路径跟随、偏移跟比例。OK， 当然还有比例。OK， 这几个功能。好，那我们先复习一下简单的路径跟随。OK， 好，所以呢，我比如说我先画一个圆形，然后呢，我要做个球体。OK， 然后呢，我用这个直线找到这边的一个中心，然后呢，如果我怕我就是画的时候我的这个轴线呢没有跟随好这个 Z 轴的话呢，那我就可以按这个键盘上的就是往上的那个箭头。OK， 它就会让我呢确保我是在这个沿着这个 Z 轴来画一条线。OK， 画好之后按 ESC 跳出去，那一样呢，再选择我的这个圆形。那我想要在对着 Y 轴这边呢画一个这个跟底下的这个 X 轴垂直的一个圆。那可是你看，如果不好画的时候怎么办？请你按箭头的这个键盘上箭头的左键 ，OK， 它就会切成是 Y 轴。OK， 然后我们一样没有一定要找到终点啦，我只是要画一个跟它平行、跟它这个垂直的一个圆形而已。然后呢，接下来呢，我就想要把这个上面的这些线呢，先给它这个delete掉，所以我就点选这些线段，好，因为这些线段已经没有用了。OK， 好，然后接下来呢，我就就是双击底下的这一个圆形，然后选取包括了面和旁边轮廓线的地方，然后呢就按路径跟随，然后点选中间的这一个垂直的圆 ，OK， 然后呢你就会看到这个垂直的圆，这个就立马变成一个立体的圆 ，OK， 那我们可以把底下的这个删除掉，或者是不删除掉，看你哈。那这个呢，我们可以让它呢。对它点3下，好，把它全选，按右键，然后建立群组。建立群组呢，有时候你可以考虑在你的这个 project 里面使用的时候，我们还蛮常用建立群组的方式呢，因为我们有时候不希望我们做这个物件，等一下，譬如说有可能我做另外一个物件，那他们太靠近，或者是不小心有交集的话，他们之后没有办法分开，所以我希望它是一个单独的群组。OK， 那这边呢，顺便跟大家讲一下，这上面有这个所谓的各种交集啦、联合啦、相减啦、修剪。那这其实也是一个很常见的功能，马上示范给大家看。那这其实就有点像是 Adobe 系列里面的这个，在 AI 里面有所谓的路径管理员。好，它也有类似一样的功能，只是这边会变成是立体的。好，那我再做一个圆，那这个圆我希望能够沿着 X 轴哦，那我就按这个箭头的右键 ，OK，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呢，它就这个圆圈圈的颜色就变成红色的。然后呢，看我想要画一个，就是稍微就是还好啦，就画一个这个跟它这个平行的这个一个圆形 ，OK， 好，那接下来呢，我就用推，好一路让它穿过了这个圆 ，OK， 但是我不用害怕，它两个东西其实是可以分开来的，因为它已经变成了一个这个群组。那我再对这个圆柱呢点3下 ，OK， 一样把这个圆柱全选之后，按右键，一样是建立群组。OK， 那建立群组之后就变成它归它，它归它，所以如果我要移动其中一方的话呢，并不会造成他们两个的粘连。OK， 那在这里的时候呢，我要等一下要用相减。那其实每一个条件呢，你都要看一下，它这边的相减是我要从第二个实体里面减去第一个实体，所以呢，谁先选谁后选就很重要了。OK， 所以呢，譬如说我想要让这个圆柱穿过这个圆形，可是等一下我不想要这个圆柱，我主要是想要这个圆柱穿过圆形之后，在这个圆里面留下一个圆圆的洞，所以呢，谁是第一，我就要先选这个圆柱，然后按着 Shift 选第二，然后呢用这个相减。好，这样子的话呢，就会产生一个这个圆形的洞在这个圆圈圈上面。OK， 好，所以它每一个条件你都要稍微去看一下，这个在哪里交集啊、外层啊等等之类的东西。OK， 好，所以呢，我们现在就完成了我们的这个球体，然后也顺便介绍了一下这里面的这个类似像路径管理员的一个功能。好，那我们再来呢做一个杯子。好，一样利用这个路径跟随的方式，我们先切换成正视图，好，这样比较简单一些。然后呢，我们去在这个平面上面呢画一个我要来2点画弧，那就不能这样子，
我要2点画弧 ，OK， 2点画弧 ，OK， 好，画一个圆弧 ，OK， 那画一个圆弧，然后呢，这个圆弧呢，到时候会取决说，哎，这个圆弧的大小呢，还有它的这个外框呢，就会是我们的一个这个杯子的大小跟外框啊，所以我这边再来画一个比较好看一点它了。还是不满意。OK， 我想要做杯口大一点的。OK， 好，然后呢，我们再选择这个铅笔，然后呢，画一个垂直的这个轴线。OK， 然后呢，再来我要画我的杯角的这个部分。OK， 好，然后这边会是接下来会是我的这个杯子的这个手持的部分，然后它的一个这个厚度，好，所以这边你都要自己去注意一下。那接下来呢，我就可以用端点的，就是他们端点的一个我们上课的时候教的一个方式哦，你可以很清楚的就把这个从点给画出来，然后呢非常完美的把它交接起来 ，OK， 好，非常完美的把它交接起来。那在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就用这个偏移，这边有个偏移，我们之前教过的，好，给它来设定一下，我到时候杯子的一个厚度范围大概是怎样子。OK， 然后呢，接下来这边还没有连接到，所以我要用铅笔呢稍微去补它一下。OK， 好，让它按 ESC 跳出来。好，然后这边呢，我可以去设定，哎，也许我想要里面已经有盛水的感觉。好，我这边是一个很简单的杯子，所以呢，我就在随便在一个范围这边呢画一个这样子的一条线，把橡皮擦把这边好该擦把它擦掉，然后不要的线段呢也把它擦掉。OK， 然后完成了一个这样子有点类似像杯子剖面图的一个感觉。OK， 好，然后接下来呢，我要在底下一样画个圆哦。那我就选择圆形。那我这个圆呢，希望是这个跟地轴呢是这个平行的，所以呢，我按箭头的上 ，OK， 好，去确保我画出来的东西呢都是这个跟地轴是这个平行的。那我对它点2下，好，全选它的面跟框，然后选择这个所谓的路径跟随，然后在这个面上面点一下，好，这样子就会完成了我的杯子。好，然后里面还有这个水的感觉。OK， 所以如果我们用这个 X， 我们用这个线框来看的话，你可以看到这里面的一个完成的样子。OK， 好，所以呢，这就是我们的路径跟随。OK，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再复习一下这个其他的，就一样，因为我们其实最常用的呢，就是这些圆形啊、画弧啊、画线啊什么之类的。好，这里面每一个工具其实都蛮实用的。那我们现在先切换成这个俯视图。然后我们来做一个窗帘 ，OK， 那一样用2点画弧 ，OK， 2点画弧呢，我们从这个端点开始 ，OK， 那我们可以呢一样右下角的时候去设定我们的长度，哈，比如说现在是50，然后呢我往上就是不好意思，设定成50 ，OK， 然后呢我往设定成50 ，OK， 我往上的时候呢，我一样可以在左键没有放下来的情况之下，去设定我的这个弧形的高度，我想要30。设定我们的高度是30。好，那再来一次，我一样是这个端点，然后呢去看到我想要50 ，OK， 然后呢我想要它一样是30，不过刚好是反过来的30，所以我就完成了一个类似像是 S 型的一个线段。那这 S 型的线段呢，我一次性的把它框选起来，然后呢我选择移动，然后呢按一下 Ctrl， 我的这个滑鼠旁边就会出现一个小小的加，然后接下来呢我拖移，其实就是在复制它。OK， 好，拖移然后再复制它，然后呢就连接到刚才的那个 S 的尾端。OK， 那这时候再教大家一下，如果我一次想重复好几个，那难道我要这样子一直拖拉下去也蛮麻烦的。所以呢，譬如说在我现在拖拉好之后，如果我想要重复5遍
OK， 好，我就按 5x， 好，就一个小写 x 就好，然后再按 Enter。OK， 你可以看到右下角出现 5x 哈，然后呢，你就可以看到我这边呢被重复了5次，加上原来1次，所以总共是6次这样子。好，那我们来继续来做这个窗帘哦。那我们等一下呢，先从这个 S 的一个端点呢，我们往下，就是不用很长啦 ，OK， 去做一个面，把它做起来，所以一样可以用这种端点的方式呢，去找出我们要的一个面 ，OK，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它恢复成我们的这个 ISO 视图 ，OK， 好，然后呢，给它用这个拖拉的方式拉起来，这就会是我们窗帘的高度。OK， 好，因为呢，主要其实我想要这个 S 型它的这个面而已 ，OK， 所以我要拉一个面出来，所以我刚才给它设定了一个面，要把它推拉出来。那但其实我不需要这么厚嘛，所以其实这个橡皮擦，好，我尤其是橡皮擦，如果在这些端点这边点呢，对我来讲其实是进行速度最快的。好，然后我不要的线呢，就直接怎么样去把它点掉，因为它一次就可以切，就是删掉3条线 ，OK。好，然后呢，再检查一下有没有线段可能有被 miss， 就是被漏掉，然后没有擦干净的地方，这个其实还蛮重要的，因为到时候呢都会影响到你的整体的一个表现。OK， 好，所以我这边就有出现很漂亮，类似像波浪板的一个面哦。好，那我们现在呢，想要给它中间有一个假装啦，就是这个中间有一个这个类似像腰带的一个感觉，就是窗帘类似像中间有一个腰带的感觉。那我们把刚才做的这个每一个 S 线呢，再按 Shift 把它这个选取起来。所以你可以看到我现在按着 Shift， 然后把这几个弧线呢再把它选取起来。选取起来之后呢，为了怕等一下我移动的时候不小心跑掉或干嘛，最快的方式一样就是按右键，然后把它怎么样建立群组。OK， 那这样等一下我移动的时候，就是如果不小心跑掉，这个群组还在嘛，就是再把它抓回来就好。一样按移动 ，OK， 一样按一次 Ctrl，OK， 好，然后呢，我要往下拖拉。那往下拖拉的时候，如果一样我怕我的这个方向跑掉或干嘛，我一样可以善用这个键盘上的这个箭头。我希望它沿着 Y 轴，沿着 Z 轴，所以我就按箭头的上。OK， 那这样子我在拖拉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我一定就不会跑掉了。OK， 好，那随便就放在这边，然后呢再复制一次，所以呢我再按一次 Ctrl， 然后再按一次往上的箭头，然后呢再按一次移动。OK， 然后看我的这个腰带想要做多宽的位置。OK， 那如果 OK 了，我们来看一下，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这个看起来还不像窗帘的窗帘。OK， 那我们可以先给它做一个着色。OK， 先给它做一个着色。那譬如说如果我上下都想要是一样的颜色的话呢，其实我就可以善用我们的这个选取工具。OK， 好，那结果你现在发现了这个选取工具，它怎么呢？只能这个选取到刚才上面的这一个，因为主要是我们在上面的时候就把它给什么样这个群组化了，所以我要按右键去，等一下啊，这边没有选到，可以点选它，OK， 然后按右键，好，然后那个把它给分解。OK， 好，那这样子呢，你还记得吗？只要是就是有被框选到的，就是有被框选到的呢，才会被选取起来。所以呢，就是然后跟从右下角过来，只要有被选取到的呢，就只要有沾到边的，通通会被选取起来。OK， 所以你要知道左右虚线它的一个选取方式其实是不一样的。OK， 那我现在呢，把它们选取起来之后呢，我可以到这个material 这里呢，去给它随便选一个颜色 ，OK， 它这边就会全部都被选取起来 ，OK。那中间的这个部分呢，也就是我的这个腰带部分，其实我想要用不一样的颜色 ，OK。那我这边呢，一样先把我的这些群组呢给它分解掉，OK， 好，那这边的时候我就可以我选择另外一个颜色好了，好，然后去把我的这些呢给它去倒入进去 ，OK， 好，
好，那我这样就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我们先不要管这个配色到底好不好看之类的东西哈。好，我们就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这个窗帘，然后中间有一个类似像腰带的东西，它看起来还是不像窗帘，所以我们现在要让它看起来更像窗帘一些。那我们现在呢，把它全部都选举起来之后 ，OK， 那我们按这边有个比例 ，OK。好，比例。那比例在这里的时候呢，我可以如果说，但是比例你要知道，我们如果是它是整体的缩放，整体的一个缩放，看你选择的是哪一个视角，然后它是一个整体的缩放。那这样的话，其实不是我的需求，我希望底下呢窄一点，然后上面还是保持了斜线，看起来比较像是那种窗帘被收起来的感觉。所以我只想选择下面这个部分。OK， 所以呢，我就用这个实线的部分呢，去把我下面的地方框选起来，所以它上面其实是不会被碰到的，因为我用这种实线框选呢，是要整个被框在里面的才会被选取起来。然后呢，我再按一次比例 ，OK， 那这边出现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我在底下拖拉的时候，上面就开始受到拉扯。那你可以看到右下角这边呢，我就可以给它设定一个值 ，OK， 譬如说是 0.5，OK， 好，它就这个好像上面有被拉取下来的感觉，所以它就看起来就很像窗帘这样子被拉取下来的感觉。好，那我想窗帘一定要对称嘛，好，通常是对称，左右边各有一个，所以我全部选择之后呢，按右键把它一样建立成一个群组，因为这样子如果等一下，因为它里面的 components 就是它里面组成分子比较多，我怕移动的时候万一没有移动好，有一些东西落掉就不好了，还不如全部都把它变成一个群组。好，所以呢，我一样按移动 ，OK。然后呢，一样按什么 Ctrl， 让它变成一个加，然后呢，把它怎么样往这个轴线呢去做移动。OK， 轴线去做移动。那在这边的时候，窗帘我想让它反过来，我不想要让它这个不可能两边的窗帘都是长这样，一定有一边是反过来的嘛。OK， 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呢，我就一样按比例。OK， 好，但是呢，这一次呢，我不是要拖拉它 ，OK， 而是按完比例之后呢，就是按完这个比例之后呢，我要你按这个-1，好，就-1的意思，然后按 Enter。OK， 那这其实呢就是一个快捷键，就是镜射，就是反转的一个快捷键，所以你不用担心说你刚才那边其实输入数值的时候并没有真的把这个东西缩小，然后你可以看到，哎，我有这样的交叉，如果我刚才没有做群组的话，他们就会真的交叉在一起，我没有办法把它们分开来。可是因为他们刚才两个都是群组化了，所以呢，现在呢，他们两个呢就是被好好的分开来，好，我就不用担心了。好，那这边再稍微讲一下，就是说，如果因为我现在还没有教渲染 ，OK， 那所以呢，我们先就是这边呢渲染的部分呢，就是要套用外挂，当然会比较漂亮，不管是 V-Ray 啊，或者是其他的渲染外挂，但是在这边还是有一些方式可以让它的线条感不要这么的明显，所以我按 Shift 把这两个都选举起来之后，我到检视这里去，这边有一个这个我看一下边线样式。OK， 那这个轮廓线呢，我就先不要有轮廓线。你可以看到，哎，刚才上面比较明显的这个黑色的这个线条感就比较不见了。OK， 这是一个方式。那另外一个方式呢，我也可以用按右键的方式，这边会有一个柔化跟平滑表面。那我点选它之后呢，在往下这边，好，这边会出现一个柔化边线。那你要把这两个平滑法线跟柔化共面通通都打勾。然后呢，这边呢，随着你选的这个数值，哎，等一下它刚才跑掉了。OK， 随着你选的这个数值呢，它的表面呢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一个柔化的一个效果。OK， 这在很多 3D 软体里面也是非常常见的一个使用，所以这两个方式呢都可以协助让我的 curtain 的这个线条感呢看起来不会那么明显，然后增加它的一个柔软柔化的一个感觉。